又是些清汤寡水。想当年我们阮家哪一顿不是山珍海味，大鱼大肉？行了，他爸，有的吃都不错了。阮兰啊，下午又去哪儿鬼混了？我回学校去了。回学校？你们大四下午又没课，整天朝外跑，是不是在哪儿勾搭野男人谈恋爱了？没有，我就是出去找工作，投了个简历。找工作？就你能找到什么好工作呀？累死累活，月薪10万也抵不上你姐当初随便给我们买的一个包。就你那破身体，走2步都喘，哪有冤大头公司敢要你？妈爸，你们别这么说兰兰，让她出去锻炼一下也好嘛。锻炼个屁！我看就是浪费时间。大人说话你少插嘴。哎呀，爸，兰兰还小，不着急。而且我们兰兰长得这么漂亮，以后肯定能找个好人家的。哼，漂亮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啊！我们家现在破产了，负债累累的，那些豪门阔少谁还能看得上？难不成真让他找个有钱的老头子？哎呀，爸妈，其实我认识一个商界的大佬。哦，好像也就是50岁呀。身家雄厚，前几年刚离异。要是兰兰愿意我可以帮忙引荐一下。阿斌，你听听你在说什么？那都是快当叔叔的人了。哎呀，年纪大一点怎么了？年纪大呀才会疼人。要是他成了兰兰的老公还可以帮衬着我的事业，还能帮咱们家还债，这对兰兰来说是捷径。捷径？把我嫁给50岁老头，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捷径吗？那又怎么样？咱们家现在这个情况，你不帮忙就算了，还扯后腿呀？再说了，50岁也不大嘛，只要有钱，年龄都不是问题。兰兰，你姐夫也是为你好。哎，兰兰，我的事儿就不劳你们操心了。死丫头，你什么态度啊？你姐夫好心给你介绍一个，你还……工作我自己会找，人我也会自己找，我是绝对不可能因为钱出卖自己的。我吃饱了。哎，兰兰，贵宾啊，你还有没有良心？那个王教授的风评不好，前妻就是被他打跑的，兰兰才20出头，你这是把他往火坑里推啊！你以为我想这样吗？我爸妈天天在我耳边念叨，说你娘家就是一个无底洞，他们吃我的，住我的，还对我指手画脚，难道我的压力就不大吗？那也不能卖了兰兰。要是不这样，怎么填补你们阮家的窟窿？兰兰要是嫁给有钱人，咱们的日子会好过一点。我这是在减轻你的负担。原来姐姐私下里就是这样，天天被戳着脊梁骨，施加压力吗？当年阮家还没落败的时候，没少给魏家帮扶。魏斌装的一副视金钱如粪土的清高样，原来是脱去那层皮，里面全是算计。姐姐就是为了我才在这个家忍气吞声，我绝不能让她继续这样下去。之前的面试，那些人应该没少打听阮兰小姐的家世吧？阮兰小姐不介意？不介意。阮氏破产，我做了10几年饭来张口的大小姐，再出来找工作确实是很难让人相信的。不过我会用我的作品说话的。阮兰同学，你的作品很有名气，我们公司不大，但看重潜力，下周一带上证件来办理入职。真的吗？谢谢你，谢谢你。欢迎你下周一来办理入职。太好了，我能赚钱了。
方案重做，我不听解释。好的。欢迎徐总大驾光临驻马。看来是许氏集团的那个徐总，这头发，这颜色，真如外界传言，是一个40-50岁的老头子。可是脸又不像。哇，2000多万的百达翡丽限量款，这有钱人真的是哇塞塞啊！请进。叔叔。你叫我什么？你的东西掉了。叔叔。怎么了，叔叔？哟，咱们日理万机的徐总，终于舍得露面了啊！你看我像多少岁？多少岁？100岁嘛！哎，你别瞪我，这外间可传你什么的都有。有人说你是40多岁的中年大叔，也有的说你是60多岁的糟老头子。谁让你小子平时搞这么神秘？无聊。不过这倒也不怪外界传，你说说你自己干的那些事儿。22岁反向收购华尔街集团，25岁收购东南亚贸易链。咱就拿上个月说，这仅仅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摆平了商界10几年的纠纷。这手段老谋深算的吓人，要是让那些老狐狸知道，把他们按在地上摩擦的人还不到30岁，简直是妖孽啊，兄弟！那是他们蠢。哎，咱再说回你这头发，就因为跟老爷子打赌输了，画眉鸟也不养了，还把头发搞成这个鬼样子。半年而已，何况这样清静。是，你倒是清静了，可这也证实了你古怪老头的传闻，不是吗？叔叔。你叫我什么？叔叔。怎么了，叔叔？你小子在这笑什么？我刚才去出忙，有个小姑娘把我认成了老头子。小女孩？真的假的？她叫我叔叔。叔叔，金瓷啊金瓷！你说要是被人小姑娘知道，她这口中的叔叔，那可是在商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物。哎呀，那不得给人家吓哭了。或许吧。姐，我回来了。回来了，出门那边的面试怎么样？姐，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差？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哎呀，没事儿，就是换季有点小感冒。哎，你快说，面试那边怎么样？过了，他们那边呢，让我下周1就去入职。真的？我就知道我们家兰兰是最棒的。姐姐的手都干到起皮了。姐，你现在怎么天天穿这件衣服？你那些当季新款还有限量款的鳄鱼包包呢？那些都是摆设，我就让中介都给处理掉。全卖了？那些可是你以前最喜欢的呀。现在家里困难，换点钱帮爸妈减轻压力，总比堆在那儿落灰强。是不是魏斌又不给你钱了？想当初我们家没破产的时候，你补贴给他的钱都能买2栋楼了。兰兰，你姐夫他也难，现在家里开销大，每一笔都要记账，还要看公婆的脸色。你是他老婆又不是要饭的。我也想出去工作，
可是我脱离社会太久了，投出的简历就像石沉大海。上次那 HR 问我，魏太太，你能弯腰擦地吗？姐，等我实习挣了钱，我带你搬出去。我们搬出去之后，就再也不受这窝囊气了。好，姐等着我们兰兰变成女强人，到时候姐就天天黏着你，做你的专属管家啊。姐，从小爸妈就嫌弃我不够聪明，对我不冷不热的，只有姐姐你一直爱护着我。我一定努力赚钱，你再等等我，等我赚了钱，我一定带你走。好。怎么了？兰兰，你听姐的话，回学校去住啊！拿着。姐，我不想留你一个人在这儿。家里我顶着，你留在这儿只会招魏家人的白眼，魏家还会逼着你相亲，他们看到你还会数落你。一天天就知道在家吃白饭，连个卫生都搞不干净。好，知道了，马上来。快走吧，趁他们还没有发现，快去快去，快去快去。昨天跟你提过的那个王总啊，看了兰兰的照片，对她非常感兴趣。明天晚上7点，他在明珠旋转餐厅定了位置，点明了要见他，请你务必转告，让他准时报到。王总，那个快50岁的秃头暴发户。哎呀，你怎么说话的？人家身家雄厚，年纪大点才会疼人。再说，我把兰兰当自己的亲妹妹，我怎么能害她嘛？亲妹妹，我看你是把她当成可以变现的商品吧？哎呀，软纸啊，做人要现实一点。我们魏家收留你们一家3口，已经是仁至义尽了。王总跟我们魏家有重要的生意往来，要是兰兰不去，得罪了王总，这笔账就记在你的头上。你也不想看着我们把你们扫地出门吧？魏斌，你就非要做到这个程度吗？从前我们阮家对你们不薄，你阮芷，你一辈子都活在从前，话我就说在这，做不做看你。哼！魏斌这个贱人，既然威胁姐姐，那就别怪我搞砸这次相亲了。王总你好。阮小姐，你迟到了整整3分钟啊！抱歉啊，路上公交车有点堵。年轻人，时间观念就是金钱观念，像我们生意人最讲究的就是诚信。你连3分钟都守不住，以后怎么守得住家业？是，您教训的是。阮小姐今天这身儿挺朴素的，也就是你底子好。要是换个人穿你这一身到这种场合来，保安拦着不让进呢。出门急嘛，没来得及收拾。哎，女孩子嘛，得有女孩子的样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呢？还不是得累死累活挣那几千块钱？是啊，我不仅呢只能挣几千块钱，我还花得多。王总呀，我看呀我们不合适。花得多没事儿，我有钱啊。像我这种家庭，只需要你在家相夫教子，不需要你出去抛头露面工作。阮小姐，我看你也挺懂事儿的，不如跟了我。王总，请您自重。躲什么呀？
是你姐夫跪着求着我来见你的，装什么贞洁烈妇啊？我看呀，这饭我们是吃不下去了，您慢用。你敢走出这个门儿，信不信明天你姐夫就得跪着求我？阮小姐不必紧张，我只是看你水杯空了，想帮你添点水。现在的年轻人还真是不够大方，容易想歪。抱歉，我去趟洗手间。哼，欲擒故纵啊！又是他，我的便宜侄女。阮小姐去个卫生间时间够长的呀，这要让你姐夫知道，还以为我亏待了你呢。王总，抱歉啊，这顿饭进行不下去了，我先走了。阮小姐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感情嘛，是可以慢慢培养的呀。王总，我们之间呢是不存在任何培养感情的可能。哼，阮兰，别给脸不要脸啊！你还以为你是那个阮家高高在上的阮家千金呢？阮家现在就是个烂摊子，你又何必装什么纯情？只要你跟了我，房子、车子、钱少不了你的，何必要累死累活出去挣那几千块钱呢？就算是落魄的花瓶也要懂得待价而沽嘛。待价而沽？我又不是猪肉。不过嘛，王总，我看您这一身肉倒适合拿去卖，我的就算了。站住！你敢这样说我，信不信我明天就让你姐夫的公司开不下去？是吗？徐总，我怎么不知道王总的公司还有这种实力？还是说，这海城的商界换了天，却没人告诉我？徐总，您怎么也在这儿啊？这真是巧遇啊！巧了，我刚才开个玩笑，我哪有这个胆子啊？他碰你了？他这是要给我撑腰的意思？没，徐总，这是个误会，天大的误会啊！我只是跟阮小姐在这儿吃个饭，聊聊人生理想而已。吃得开心吗？要不坐下来，再吃点。不，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去忙了。你二位自便啊，自便。他送我也好，至少这个王总看了以后也不敢再动我了。妈的，这死丫头什么时候跟许京慈搭上关系了？谢谢你啊，徐总。我喝了酒，不能开车。阮小姐稍等。同样是男人，许京慈和刚才那个王总简直是人类和人猿的区别。这么帅的一张脸，真的是40-50岁的样子吗？还有这身材也……哎呀，阮兰，你做个人吧，人家刚把你从油锅里捞出来，你反手馋人家的身子和脸。好看吗？那个徐总，谢谢啊。我请你去吃饭吧。今天不叫我叔叔了？啊？上次的事儿，他竟然还记得。上次头脑一热就叫了，现在让我叫，对着这张脸还真叫不出口啊。那个……不逗你了，我只是染了头发，不是什么叔叔。嗨，哎呦，我就说嘛，你长得这么年轻，声音这么年轻，怎么可能是他们外界传的什么古怪老头啊？那个，他们外界传的嘛。阮同学，你说过要请我吃饭，我记住了。我就随便客气一下，他当真了？难道我真的要请他吃饭？来了，丽丽，我看到你发在群里的面试结果了，出萌设计，恭喜你啊！明天咱们寝室4个要不要去学校后街吃个烤鱼，庆祝一下？好啊。
阮兰，刚刚你是从那辆车上下来的吧？如果我没看错，那好像是保时捷，是吗？哎呀，你家的房子和车子不是早就被银行没收了吗？怎么，阮家这是又诈尸了？还是说我们的阮大小姐又找到了什么新门路？也是啊，毕竟呢，曾经是千金小姐，过惯了好日子，咱们这普通人的苦哪里吃得了啊？不过，那车里坐的是谁呀？看着都能做你爷爷了吧？明月，你出门是没刷牙吗？嘴这么臭。我就是好奇问问，心虚什么？兰兰家里怎么样？轮不到你操心。至于她从什么车下来，关你屁事。怎么，你是交警查岗，还是嫉妒人家长得比你好看？我怎么可能嫉妒他？我这是怕他败坏咱们的风气。切，谁家还没个有钱的亲戚了？怎么，你家全是穷光蛋，就见不得别人家有个有钱的叔叔伯伯了？亲戚？哼，我看呐是干爹吧。哼，明天我就去辅导员那举报。你敢？你敢打我？打你怎么了？还需要你同意？是不是亲戚，又是不是干爹，关你什么事？不过有一点你说对了，我有坐那辆车的资格，而你连摸车把的资格都没有。也是，像你这种人，心脏是脏的，看什么都脏。你倒是想上行车，但是呀，恐怕人家会觉得你弄脏了人家的车。你给我等着！兰兰，你刚才真是太 A 了。不过我怎么觉得你话里有话呀？他是你什么亲戚啊？算是吧。什么亲戚啊？我的叔叔。老许啊，老爷子那边的催命符又来了。听说董事会那几个老古董最近拿你的婚事大做文章，说你在那方面不行，甚至影响股价的稳定。知道了。不是大哥，你就一个知道了？要我说，你是真该找个太太了。不行就找个吉祥物摆在那儿，好堵住这帮老东西的嘴。吉祥物？对啊，你不找吉祥物的话，那我问你，你的标准呢？最近往你身上泼的名媛都能让护城河3圈了，也没见你正眼瞧过呀。安静，省心，背景干净，不惹麻烦。这安静省心好办，背景干净也好找，但既要能带出去，还得肯乖乖听话做摆设，甚至还要让你这个重度洁癖不反感。背景干净，急需用钱，放心。这简直如大海捞针呢！哎，这太聪明了吧，还有心思算计你家产。这太蠢了，你带出去丢人呢，难搞哦。也许不用捞。哎，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是，你已经有人选了？你帮我找个人，海城大学艺术系。不是哥们儿，老许你要找大学生？哎呦呀，你这可是老牛吃嫩草啊！我跟你说。喂，你那小姨子是不是脑子有坑啊？敢给我甩脸子？她以为是仙女下凡，还是什么阮家千金？眼高于顶，真是没教养。哎呀，王总啊，您消消气儿，小孩子家的不懂事儿。哼，不懂事儿？我看是心野了吧？看不上我这老实人，想攀高枝是吧？我告诉你，我们之前谈的合作项目，我得再好好考虑考虑。你们魏家也没什么诚意。哎呀，真是反了，吃我们的喝我们的，就是这样不打我们的。
我看这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本来就是寄人篱下，还摆什么臭架子？妈，您别这么说。软指，你妹妹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有意见可以直说，何必在外人面前打我的脸，让我在客户面前跟孙子一样？不是的，那个王总他风评不好。风评？现在是谈风评的时候吗？现在谈的是生存。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唯唯诺诺的，哪还有当初半点阮家大小姐的影子？哎呀，对不起，是我没管好兰兰，都是我的错。快去烧水，还愣着干啥？好。这心怎么跳得这么快？难道是昨晚那个王总告黑状了？回来了啊！这么早，在学校还好吗？姐，我没事儿。那个魏家有没有为难你啊？兰兰，想什么呢？能有什么事儿？你姐夫就是当时有点生气，男人嘛好面子，睡一觉就好了。爸妈也没说什么。姐要去做早餐了，先挂了。姐分明在撒谎，她的语气像是刚刚哭过，为了不让我担心，还装作若无其事的。魏家，你们一家子白眼狼，我跟你们没完。徐总，这是阮兰小姐的资料。阮氏集团，那个破产被清仓的阮氏。是的，阮小姐本是集团的2千金，现在破产后一家子住在她姐姐阮芷的丈夫家。不过我听说有个巧合。说。阮小姐前2天通过了初芒设计的面试，成了里面的设计师。初芒？是的，需要特殊关照吗？她靠自己能力进去的，自然也能靠自己的能力留下。阮家破产，千金落难，有意思。哎呦，这什么破地方，连个暖气都没有，咱们家佣人以前住的都比这强100倍，这简直就是狗窝嘛！够了，有的住就不错了，难道你让我回去求魏家？只要我阮宏达还有一口气，就绝不卖女求荣。说的倒好，要不是兰兰那么犟，得罪了王总，我们也不会被魏家赶出来。妈，别说了。小芷啊，爸妈也是一时情急，你回来吧，我们好好过日子。哎呀，卫兵呀，我就说嘛，夫妻哪有隔夜仇啊！小芷啊，你快回去服个软，这样我们一家子也不用在这受罪了。姐，你不能去，那就是个火坑啊！兰兰，别担心，家里总要有人做出让步，你好好实习，姐扛得住。姐，姐是为了我们才回去受辱的，我必须尽快把姐接出来。爸妈，我明天就去公司入职。徐总，去学校？他不会是让我来请他吃饭的吧？啊，不是，我去初芒设计报道。上车。哎，我这衣服好几天没洗了，有点灰，怕把你车弄脏了。我搭公交车20分钟就到了。上来。啊，这该死的压迫感。安全带。好。这内饰都是真金白银堆出来的吧？哪怕我家还没破产的时候，也没有这么豪横。要是我姐夫是他就好了。果然，爱会消失，
但钱不会。那个许先生，冒昧的问一下，你们家或者你们家亲戚缺不缺家教啊？哦，我以前是个学霸来着，或者是需要端茶送水的，打印文件的，我的加班费只要别人的一半，很便宜的。缺钱？有一点点，实习工资要下个月才发，我想做点兼职。家教和打杂我都不缺，目前只缺一个职位。什么职位？只要不犯法，我都能去。徐太太。什么？我只是幻想一下家有钻石王老五的美好生活，怎么他来真的？所以你是想让我做您的太太？阮小姐，你认为我在开玩笑吗？不是。我需要一个徐太太应付家里。与之交换，你也可以对我提任何要求，你回去考虑一下，我等你答案。如果我做了这个许太太，那么姐姐就不用低声下气求着魏家。可那是许京瓷啊，是连从前的阮家也比不上他一个手指头的商业巨鳄。我和他结婚后，万一要是得罪了他，吃了我都吐不出骨头。和我结婚，就让他这么纠结？对，这里是这样。林姐，林姐好。阮兰是吧？哎，是，我是新来的实习生阮兰。你好，工位在那边，密码贴在电脑屏幕上了。丑话说前头，我们出忙可不养闲人，更不伺候大小姐。我知道了，林姐，我会努力的，哪怕是个文员，我也会努力卷成特种兵的。最好是。你今天的工作任务很简单，把这个季度的宣传图库整理分类归档到共享盘。我明白了。不用这么紧张，慢慢来，我就坐你后面，有不懂的随时问我。好，谢谢林姐。忙吧。对，我们继续讲这个啊。对，放到这儿。好。放到那边去。对，是这样做的。哎呀，打工人的命也是命啊。喂，你好，请问是阮兰女士吗？这里是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您的姐姐阮芷女士在我们这儿需要办理住院手续，连线添的是您，请您马上过来。医院？怎么了？我姐姐她出什么事了？受什么伤了？患者目前有外伤，还伴有严重的应激反应，具体情况医生会跟您说，请尽快。外伤？好，我马上过来。姐姐不是回魏家了吗？怎么会受伤进急诊？是谁伤了她？魏斌，魏斌，你敢欺负我姐，我跟你玩命！你好，我是阮兰，我姐呢？我姐她在哪儿？是阮芷吗？是的，在2号病房。刚刚送她来的人呢？他们都走了。都走了？留她一个人走的？是啊，一家什么人呢？把人扔下就不管了，医药费都没交。魏斌，你们一家子禽兽，这笔账我阮兰记下了。姐，你是病人家属？我是她妹妹。医生，我姐她皮肤外伤倒是其次，软组织挫伤，轻微脑震荡，最离谱的是病人严重营养不良。营养不良？是啊，这么多年饿出营养不良的，我是头回见。你们这些家属心眼太大。姐，无论做出什么，我都一定要救姐姐。哟，我们许大总裁又日理万机呢。我听说昨天又在明珠餐厅上演了一出霸道总裁救落难灰姑娘的戏码啊！你要是很闲，我可以派你去非洲挖矿。别去，我这不是关心我好哥们的终身大事吗？哟，这都开始调查人家底细了，这可不像你。怎么，这万年老铁树终于是要开花了？闭嘴！
行行行，我不说了还不行吗？哎，说回正事儿，晚上赵家的局儿你去不去？这赵家千金海归回来，摆明了就是冲着这唐僧肉来的呀。不去，没空。哎，也是，这种庸脂俗粉你也看不上。哎，我这还有一个八卦，就昨天那个阮家二小姐的姐夫叫魏斌的那个怂包，这不昨天因为王总的事儿搁家里发疯呢，这把气儿啊全撒在他老婆阮芷身上了。哎，这阮芷也是惨，以前多风光啊，现在居然被这么个凤凰男欺负。哎呀，这魏家人吃相是真难看。那个王总和魏家还有合作？有啊，正谈着呢。怎么，你要插手啊？既然都在我的地盘上闹事，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通知下去，那个王总的项目停了。明白。住院费、手续费，还有姐姐后续的营养费，卡里只剩几百块钱了。为了救姐姐，别说是面子，里子我也不要了。阮兰，不就是豪门吗？去就去。喂，许先生，是我是阮兰，我想通了。想通了？我做许太太，不管你要有什么要求，但是你要答应我，你得把我姐姐安排好，她现在在海城医院。好，你姐姐的事情我会解决。这么草率吗？为了姐做什么都值得。许金慈，不管你是什么难相处的人，我都忍了。长得倒是挺极品的，不过一直没结婚，不会是心理变态吧？还是身体有缺陷啊？只要能救姐姐，变态就变态吧，各取所需，童叟无欺。喂，我想和你见面聊聊结婚的事儿，可以吗？可以，1个小时后，明珠餐厅顶楼茶室。好。许先生，想问什么？我想知道在成为许太太之前，我需要具体履行哪些义务，你又能提供些什么？义务很简单，在法律和社交场合，你是我许京慈的太太，需要配合我出席必要的家族聚会、商业晚宴。这个我知道，我会扮演好花瓶的角色。其次，你的言行举止需符合许家的身份，不能有任何损害许家声誉的行为。我会做到。最后，在我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你需要保持忠诚，不能有任何感情或身体上的出轨。出轨？我倒是想，我有那个时间吗？我还得打工还债，照顾姐姐。您放心，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安分守己。至于我能提供的，一笔足以让你和你的家人彻底摆脱目前经济困境的资金，清偿你家的债务。阮家的债务它不是一笔小数目，以后我可能永远都还不起。无需偿还，只需要你尽好许太太的职责。谢谢你啊。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那个，我确实有一件事情想问。
但说无妨。我们之间的婚姻关系是有名无实，还是……原来是在担心这个。有实有名，既然结婚了，我们就是真夫妻，不是假夫妻。该发生的都会发生，该发生的都会发生。当然，我不会强迫你，毕竟咱们不熟，有些地方我们还得熟悉熟悉。哦，好，我想知道的就这么多。这是婚后家用，每个月200万。200万？你随意花。家用？具体婚后协议明天周静会给你，你看过之后再签。许先生，从现在起，你就是我唯一的甲方。走吧，送你回去。好。顺便认门。认门？这么快就要进入同居副本了？阮兰，你这就有未婚夫了？这颜值，这身材，简直是男菩萨下凡呀！不行不行，你清醒点，这是你的金主爸爸，不是让你犯花痴的对象。到了。那我就先回去了。等等。谢谢。谢谢你，许先生。哟，这不是我们破产千金阮大小姐吗？阮兰，可以呀，前几天才刚从一辆豪车上下来，今天又换了一辆啊。你们家不是早就破产了吗？那这车肯定不是你们家的。怎么着，最近都流行集邮啊，每天换着花样让不同的男人接送，业务挺烦嘛。李月，你嘴巴放干净点。怎么，敢做不敢当？大家都知道你缺钱，但也没必要这么饥不择食吧。这可是我第一次被男人牵手啊，而且还是这只刚才签了200万支票的手，救命，有点烫。看什么看？之前那辆也是我的，而且阮兰是我女朋友。也是他的，这男人到底什么来头？长得比明星还帅，气场比校长还吓人，竟然还要给阮兰名分。切，这死丫头走了什么狗屎运？拜拜。谢谢你。你就这么好欺负呀？没有，我那时还没来得及发挥，你就把人吓跑了。以后不用忍啊！既然是我的女人，就有嚣张的资本。传说中的我的女人，只有我能欺负。时间不早了，你上去了。好，那我先回去了，你也注意安全。还以为结婚之后会有个流程，没想到直接进大结局。阮小姐，这是徐总拟定的协议，没问题就在上面签字吧。这里面不会有割腰子条款或者什么陷阱吧？毕竟许京慈那只老狐狸看着就不简单。协议条款
夫妻义务基于双方意愿循序渐进，绝不强迫，支持乙方完成学业及正常实习。循序渐进，基于意愿。许大总裁是在找老婆，还是在做慈善？待遇这么优厚。阮小姐，不过签了字，阮兰，你就荣升豪门打工妻了。别怂，月薪200万呢。这就是传说中的包邮领证，快得下去市场买了大白菜。恭喜许太太。谢谢啊，同喜同喜。确实同喜。我还有会，周静送你。哦，好的，徐总。不，那个，您忙。晚上让周静接你，搬去我那儿。今晚？既然结婚了就要履行同居义务，还是说你想让我去宿舍接你？哦，不，我自己搬。苍天啊，其实我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没事，我们徐总人挺好的。太太，生活用品徐总那里都有，其实您人去就行。哦，不用，那些我都用习惯了。哟，车接车送，现在又是豪车搬家，你真是把自己卖给豪门了呀！阮兰，你凭什么？您就是阮兰小姐的室友吧？是啊，怎么了？许先生说了，上次的事只是一个警告，如果再有下一次，许先生会联系校长，勒令你退学。对不起，我再也不敢了，求求你不要让我退学，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求求你。这房子好冷啊，这哪里是家，简直就是个高奢样板间，一点人气都没有。这里是许先生经常住的地方，人脸和指纹识别随后录入。太太，许先生交代把这当自己家，随意就好。另外，衣帽间有当季高定女装，如果不合适，随时联系我换。好的。太太，许先生晚上有应酬，会晚一些回来。好。晚上回来，我今晚不会要跟他睡一张床吧？喂，那个，我到你家了，你家挺大的，但是……兰兰，以后叫我名字。许金慈。那个，我找了一圈没发现客房，我晚上睡你的卧室。既然结婚了，这里就是你家。卧室只有1间，你随意就好。只有1间啊？怎么，许太太想和我分居啊？没有。今晚我会晚点回去。好。那阮芷真的跟你闹翻了，他要搬出去吗？我魏家对他们家也算仁至义尽了，他还不满足吗？现在魏家的生意不好，就连他也要离开了。来，哥，喝酒。为了阮芷那个不识抬举的女人心烦，不值得。你说的对，我魏兵还怕没女人？那是许金慈和方宇。还真是这2位太子爷，他们平时可是不来这种场合。
真是难得的机会啊！要是能跟徐总搭上话，混个脸熟，我还是要看谁的面子啊！走，过去敬杯酒。私人区域禁止靠近。哎呀，兄弟啊，行个方便。我是看到许少和方少在这里，特意过来敬杯酒，行个方便。走。哎，你干嘛？这就要走啊？这结了婚的男人倒是不一样哈，都知道早点回家了。他在等我回家。行，怕你太太担心是吧？你个妻管严，走吧，我跟你一起回去。兵哥，你听到没？许阎王竟然有老婆！全海城都没人知道许金慈结婚了，这个让他早回家的女人到底是谁？许金慈那种人不好接近，他老婆是个突破口，挖出这个女人的身份。兵哥，你想干嘛？这可是天赐的登天梯呀！只要讨好许太太，我们魏家翻身有望了。周特助这是把专柜都搬来了呀？这只有一个卧室，意味着只有一张床。许金慈看着禁欲，但他毕竟是个男人啊，而且我俩是合法夫妻。这协议上写的是循序渐进啊。阮兰，没事的，你要稳住。还没睡啊？哦，我在等你，顺便处理点工作。这就是结婚的感觉。你喝酒了，胃会不会不舒服？还好。我晚上煲了点汤，我给你盛。热的，喝了胃会好点儿。你煲的？比较简单，不知道合不合你口味。味道很好。谢谢啊，你喜欢就好。以后你没有空闲，可以让保姆来家里帮你做这些。没事，我偶尔做做家务也挺好的。保姆做的哪我做的显诚意？这可是维护金主爸爸关系的重要环节。我喝好了，咱们早点休息吧。等等，气氛是很温馨，汤是很好喝，但是我们要睡一张床。那个，怎么了？你现在是要去睡觉了？不然呢？还是许太太觉得我们应该在厨房做点什么？不是我。去洗澡。啊！我说我先去洗个澡。你去。完了，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合法夫妻，这气氛就是传说中的新婚之夜。协议里说循序渐进，但他毕竟是个成熟男性。男菩萨，这身材是真实存在的吗？这胸肌，这腹肌。怎么了？吹风机我给你拿出来。不用了，我吹过了，谢谢。不用谢，为金主服务是我的荣幸。
你干嘛？关灯，不然许太太以为我要干嘛？没有。睡觉。哦，好。早。早上好，徐总。那个，早。今天要去公司。我刚查了一下，不太方便，这里离地铁站都有3公里。快吃吧，待会儿我送你过去。这样会不会太麻烦你啊？耽误你这好几个亿的大生意。顺路。顺路好呀，顺路省钱。谢谢你送我上班。下班时间如果合适，可以打电话给周静，让他来接。好，我知道了。拜拜。阮兰，刚才那个是豪车，谁送你来的？那是网约车。现在滴滴这么卷，豪车出来体验生活的。网约车？保时捷都来跑网约车，这么夸张吗？哎呀，上班要迟到了，打卡，走。斌哥，我想我拍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太太，徐总今晚有个视频会议，现在在书房呢。他吩咐我，如果您饿了，厨房有燕窝。好。周助理啊，你们徐总是不是特别喜欢做慈善？债主刚刚电话里说欠款还完了，婚后第2天，许金慈就替我解决了这个烂摊子。徐总从不做亏本的买卖，太太是指阮家的事。那是徐总送给您的聘礼之一。聘礼太重了，我怕我还不起。徐总不用您还的，您可是他太太。不用我还，可毕竟是帮我还债的大金主，我怎么也得感谢一下吧。那我先走了，太太。回来了。谢谢你啊，阮家的债务已经解决了。分内之事，这是我们婚前商量好的。我也没什么好报答你的，为了感谢你，可以向我提个要求，我都答应。要求？那个，你自己慢慢想吧，我先去洗澡了。完了，刚才只顾着紧张，忘记拿睡衣了。这就是成熟男人的胸肌？不对，阮兰，你清醒点儿，这是你老公。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进来，对不起啊。我先去换衣服。等等，徐太太，虽然我们已经领了证，但你在家里也不必穿得这么不见外吧？我没有，我只是忘记带睡衣了。再说，你上次从客厅出来也挺不见外。这么说，许太太都看见了？我没有啊，我才没有。我先去换衣服了。不早了，休息吧。好的。怎么还不睡？他
他能听到我的心跳声吗？再往边上躲，你就要掉下去了。那我回来点儿。兰兰，你害怕我？没有。阮兰不就是男人吗？你不能怂。没有就好。我们是夫妻，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会朝夕相处，同床共枕是最基本的一项。我明白。既然明白，就要试着习惯。你可以不用这么紧张，也不用那么刻意躲闪。我不会伤害你的。在婚内，我会尽好丈夫的责任，但相应的，你也需要适应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你之前说可以答应我一个要求，对吗？吻我。他竟然直接说出来，可我已经答应了他，现在反悔好像不太好。你不想，那就换一个。现在可以了吧？阮兰，这可是你主动的。喂，姐。兰兰，你怎么给我转这么多钱？你的工资留着自己用，家里的事儿不用操心，听到没？公司有住宿和餐食补贴，我花不完的，你拿去吧。一定要给自己花，知道吗？好，姐知道了。兰兰，你工作别太辛苦哦。好的，姐，我知道了。对了，兰兰，姐搬出来了，自己找了份工作。搬得好，以后缺钱了就跟我说，不要再和那个卫兵低声下气了。兰兰，姐听你的。只要姐姐和爸爸妈妈过得好，一切都值得。京瓷啊，你年纪也不小了，家族重担又在你肩上，你身边需要一个知冷知热、门当户对的人来帮衬你。你那个陈氏伯家的千金刚回国，我看不错。是啊，京瓷，这陈家和我们在东南亚有好几个项目在谈。这孩子我见过，端庄大气，这如果亲上加亲，那就更好了。这也是为咱集团着想啊。爷爷薛叔，没打扰你们吧？那个我找京瓷有点急事儿。行了，你们年轻人去聊吧。京瓷呀，记住我刚说的事儿，好好考虑考虑。爷叔，我先走了。哎呀，老爷子又得催婚了。这次是哪家的千金被拉出来，和你这冰山联姻？我结婚了。什么玩意儿？你结婚了？什么时候的事儿？跟谁？我怎么不知道？你结婚了，不邀请我去当伴郎？前段时间。真的假的呀？我怎么那么不信呢？让我猜猜，不会是之前叫你叔叔的那个小女孩吧？可以啊，哥们儿，不声不响的干了件大事啊！那个小姑娘看着就是个乖巧的甜妹儿，怎么舍不得带出来给我们瞧瞧？她胆子小，怕生。
哟，咱们徐总婚后还变好男人了。哎，新婚当男人感觉如何？看来你最近很闲啊。要不要我提醒提醒你家老爷子，我结婚了，你还没有。你小子算你狠。我不问了，行了吧？没劲。是该找个合适的时机，带他正式见见爷爷了。差点忘了，我也算是有家室的人了。你怎么回来了？哦，我自己走吧。没事，我抱你回去。那个许先生，我不小心在沙发上睡着了，不好意思。以后不用特意等我。哦，那个许先生，我今天用家用卡给姐姐转了5000块钱，所以……兰兰，既然那张卡给了你，就是你的，你想怎么花，给谁花，都不用向我报备。可是这点小事，你自己决定就好。我先去洗澡。他会不会觉得我很麻烦？毕竟5000块钱对他来说还不够一顿饭钱。软兰啊软兰，你现在是许太太，能不能成熟点儿？别总是一副没见过世面的熊样。喂？什么？你说你拍到许京慈的老婆是阮兰？姐，兰兰，最近家里怎么样？都好，有了工作，爸妈也适应了在这里生活，那就好。啊，对了，兰兰，我发了工资想还家里的债，可是发现债务全部都还清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过来，我跟你说。哎，你快说说。姐，我结婚了，是他帮我的。结婚？我怎么不知道？兰兰，你不会是因为家里才结婚的吧？一定不可以这样啊！不是，是我自愿的。他是谁？许京慈。许京慈，许氏集团总裁，他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兰兰，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姐，你放心，我很好。可是这件事情你一定不要跟爸妈说，他们会去攀附许家的，他会厌烦的。好，我知道了，我会保密的。我去开门。有可能是你姐夫。姐，别开。阮芷，我知道你在里面，快开门，我跟你谈谈。我姐不在家，你走吧。阮兰，是你个臭丫头，快把门打开，这是我和阮芷的事情，你个小孩别插话。我姐和你没什么好谈的，姐姐是怎么对你的，你又是怎么对姐姐的，你自己心里清楚。阮兰，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攀上了许京慈，找到了更高的高枝儿，想带着你姐姐一起把我一脚踹开，休想！你胡说八道什么？还有，魏家和阮家已经恩断义绝了，你再不走，我报警了。报警？你报啊！你别忘了，你可是海城的学生。你想干什么？我可是和你们校长是多年的老友，你信不信我一句话，让你毕不了业，永远拿不到毕业证，
兰兰，快开门！魏家有人瞒，真能让你拿不到毕业证，咱们惹不起呀！你尽管去，滚！好，敬酒不吃吃罚酒，咱们走着瞧。妈，你快回去休息吧。兰兰，你要是毕不了业，恐怕连出门的工作也保不住了。许京慈，他可以帮你，不如你去找他。这件事要告诉许京慈吗？许先生，看您在忙，我给你泡了一杯蜂蜜水，安神。谢谢。喂，李副院长。阮兰，你怎么回事？宿管科反馈，多次查房找不到你，大肆课少就能夜不归宿，你这是严重的违反校规校纪。李副院长，我在正规公司实习，已经按流程提交了校外住宿申请的。少找借口，规定就是规定，申请没批就是违纪。明天上午9点到我办公室接受处分，否则学校不给你毕业证。韦斌竟然真的说到做到，动作这么快。怎么？学校有事？是副院长，他说我夜不归宿，违反了校纪，明天要处分我。我已经跟他解释过了，但他就是不听。可能我需要去学校住一段时间。靠近一点。这点小事我可以解决。真的？但需要你付出一点小小的代价。代价？那个，这样可以了吧？阮兰，我的意思，代价是这杯蜂蜜水太甜，我不喜欢，你把它喝掉。什么？只是喝水？现在把它喝掉，学校的事我会解决。哦，好的。那个，这样可以了吧？谢谢许先生，我先去睡觉了。那个，晚安。急。李院长，你找我？阮兰，说说吧，怎么回事？大四了就能无视学校的校规校纪了？3番5次的夜不归宿，影响极其恶劣。院长，我确实已经在校外实习了，但是实习不是理由，哪个学生不实习？就你任性，提个申请就能万事大吉了？我看你就是找理由。像你这种情况必须严肃处理，以儆效尤。现在院里给你一个通报批评，若是不改，学校就扣你的毕业证。李副院长，您怎么来了？我现在正在处理我们学院一个违纪学生。你就是阮兰同学吧？校长好。好，误会都是误会啊！之前你校外住宿的事情，学校这边已经核实清楚了。核实？啊，你提交的实习和校外住宿申请完全符合流程，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之前宿管科那边信息沟通有误，非常抱歉。校长，李副院长，事情没调查清楚，怎么能轻易下结论批评同学？这件事到此为止。校长，是我工作不够细致。阮同学，没事了，你先回去忙吧，回去好好实习啊。好。
谢谢校长，谢谢院长。李副院长，你差点给我惹了大麻烦。校长，这个同学他确实夜不归宿啊。你懂个屁！刚才上面打电话，语气很严肃。你知道阮兰背后是谁吗？谁？是许家，许京慈亲自过问的。许先生，许家是我们最大的捐助商，明年图书馆的资金还指望着人家呢。你为了屁大点的事去刁难护着他的人，你是不是疯了？我不知道啊，是有人给我说阮兰品行不端。谁让你特意盯着阮兰的？是魏家的魏斌。魏斌昨天给我打电话说阮兰有问题，让我好好管教。我是看在魏家的面子上才……魏斌算个什么东西？以后做事动动脑子，赶紧把这事给我抹平了。要是许家那边不满意，看我怎么收拾你。魏斌，你个王八蛋，居然用我做挡箭牌，差点害死我。喂，李院长，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那丫头服软了吗？你昨天说的关于阮兰同学的事情啊，我们学院已经详细核查过了。哦，那结果是不是记过处分？阮兰同学在校外住宿，完全符合学校规定，手续齐全，没有任何问题。什么？李院长，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他确实是夜不归宿啊。没有什么误会，魏斌，我们学校是一个讲究规章制度的地方，不是谁打一个电话就能指手画脚。以后关于阮兰同学的事情，就不劳你费心了。喂，李院长，怎么可能？我连软指都搞不定，现在连维系多年的关系都出现了问题。昨天还答应的好好的，怎么突然180度大转弯？这种态度分明是跟我划清界限。给你的。我的？打开看看。这么贵重？你刚刚帮了我，我还要你的礼物。不贵。是吗？可是这火彩看着像……人工钻，我让周静路过店里随便买的，用来搭配衣服。哦，那现在的工艺可真好，做的和真的一样。戴上试试。别动，我来。好帅啊，这么近距离看他。手机给我。哦，好。喜欢吗？好看。嘿，兰兰，你这项链是梵月的星眸系列吧？不是，这是仿的，你看错了。我怎么可能看错？上个月我刚在那个时尚芭莎看过，要80-90万呢。80-90万？许金慈明明说是人工钻，他那种身份应该不屑于骗我吧？这就是仿的，况且呀，我也没那么多钱买东西，就是2000块钱买来带着玩玩的。仿的？现在这 A 货仿的都这么逼真了吗？这火彩，不过也是确实仿的像，
要是真的，你也舍不得带他来上班吧？不过这做工确实不错，挺配你的。许金慈真的送了我一条8、9、10万的项链。这么晚还没睡？啊，许先生，这个送给你。这是什么？盲盒？不是，是回礼。谢谢你送给我项链，虽然它不贵重，但是我觉得很适合你。是不是有点太幼稚了？那个，你要是不喜欢我……没有，很特别。我还有工作，早点休息。还好，还好没有被他当场扔掉。许金慈，他这么高，睡在沙发上肯定不舒服，万一摔下来磕到茶几怎么办？把他弄回卧室，应该不难吧？仰起来，看起来也不沉啊，怎么背起来这么重？要不换背的？走起来，走起来！最后一次。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还醒着。把你弄醒了，我想把你弄回卧室来着。所以，你就打算这么把我背回去啊？我没想那么多，你先放开我。别动，就这么待会儿。虽然他有时候有些冷淡，但在他身边真的很有安全感。许金慈，早上好啊。早。睡得好吗？睡得挺好的。我先去洗漱了。许先生，今天周末，我想回家一趟。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他愿意陪我，可是爸妈要是知道他这么有钱，肯定会狮子大开口，让他帮忙。不用了，只是个普通的家庭聚会，没什么特别的。我怕你去了会觉得无聊。兰兰是觉得我拿不出手。没有。
许先生，您是知道我家的情况的，我担心会给您添麻烦，您再等一等，等我家情况好一点，我一定带你去。知道了，让周静送你过去。如果不想回来，提前跟我说一声。谢谢你啊。快吃吧，牛奶要凉了。看来应该在暗地里帮阮家一把，这样兰兰才愿意带我见岳父岳母。兰兰，你今天也感觉到了吧？今天气氛不对劲儿。是吗？大家中午都不喝咖啡了？喝什么咖啡啊？听说今天有个超级大 boss 来视察。大 boss？ 郑总不是每天都在吗？哎呀，郑总算哪根葱？是集团总部的掌舵人，真正的金字塔尖人物。哼，对，听说这位爷跺跺脚，整个林州市都要颤3颤。跺跺脚就能地震？据说这个徐总神秘的很，手段狠厉，富可敌国。刚才郑总去迎接的时候，腿都在抖。这么夸张？那我还是赶紧低头干活吧，别惹事儿。徐总，您这边请，这是我们的开放办公室。这脸，这气场，这不是许京慈吗？大家口中那个恐怖大 boss， 竟然就是我那个协议老公。徐总您看，这是我们公司这一季度的主推设计。进度太慢。是，马上派人赶。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去会议室。兰兰，帅炸了，我简直无法呼吸了。你看到了吗？看到了。这就是顶级豪门的气场吗？简直是金玉系男神呢！你们猜徐总多大？他看起来好年轻啊，不到30岁吧？不可能，这么大的商业帝国，不到30岁怎么掌权啊？就是肯定保养得好，我看至少40岁了。他在家和公司完全是2个人，刚才那个眼神冷得好像从来不认识我一样。好了，别讨论了，都开始工作吧。兰兰，你回过神没？那个徐总皮肤比顶流明星还细，五官更是女娲必射。还行吧。什么还行？你没发现他比传说中看起来年轻了很多吗？你说他有没有30岁？这种大人物的年龄我也不知道。管他年龄有多大，就冲着那脸和那身价，年龄算个屁。要是我能被他看一眼的话。被他看上一眼？我现在只求他装作不认识我。他怎么来了？这时候我该怎么办？叫许先生？不行，李月在旁边，装不认识是不是太刻意了？许总。你刚才跟他说话了，他是不是看了你好几眼？没有吧，他一个老板回应员工的问候很正常。正常个鬼，他刚才看我的眼神像看空气一样，看你的时候明显停了一下，那眼神绝对不像是看普通人。是你想多了，我一个实习生，他老板能有什么印象？不对劲儿，女人的直觉告诉我，他对你绝对有意思。阮兰，你老实交代，你之前是不是见过他？没有，绝对没有啊。那个，我先回工位了。跑这么快，肯定心里有鬼。徐总，阮小姐在设计部的实习环境还可以，没人给她穿小鞋。不过阮小姐似乎不太希望同事知道您和她的关系。刚才在茶水间。随他。是。不必干涉他的工作，但要确信一点，
别让她受委屈。明白。原来这个小太太在徐总心里的位置，比我们预想的还要重要的多。来，坐，别拘谨。还在学习呢？就是有些软件还不太会，所以看视频学习一下。那个许先生，你今天怎么会想到去出芒视察呀？那么小的公司也要视察吗？集团旗下产业定期巡视，出芒也在名录上。看来真的是我想多了。他这种大忙人，怎么可能为了我专门跑一趟？倒是你，为什么不想让别人知道你是许太太？我没有。没有？那在茶水间也叫我徐总。我只是不想太特殊，要是被同事们知道我们的关系的话，肯定会有很多闲言和猜测的。我只是想好好实习。只因为这些？真的，我真的不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有老公。什么？没听清，再说一遍。就是那个称呼。怎么了？不舒服？你干什么，许京慈？许京慈，没关系，我帮你回房间。他的怀抱好温暖，明明看起来那么冷的一个人，心跳却这么有力。没事吧？进。徐总，衣服好了。去试试。为什么要给我买衣服？今天我们回老宅，把你介绍给爷爷。今天？我们结婚已经1个月了，也是时候了。好。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合适，还是太隆重了？没有，就这件，很好。好。爷爷他真的不会讨厌我？不会。阮家破产了，外面的传闻很难听，魏母到处说我是……我爷爷这辈子阅人无数，他欣赏真诚，厌恶投机取巧。你只需要像现在这样，做你自己就好。做我自己？你……头发乱了。喝茶喝茶，不用拘束。听说你还在上学呀？是的，大4。那你家以前是做什么的呀？果然问到了，他是许家掌权人的爷爷，肯定看不上破产的阮家。我爸以前是开一家建材公司的，半年前经营不善，破产了。
破产以后的日子很难过吧？听说你姐姐婚姻出问题，闹得满城风雨。是很难啊，不过我们现在一起租房，姐姐很努力，爸爸也想重新开始。你倒是诚实，不怕因此我看不起你吗？不怕，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那样你只会更瞧不起我。这项链很漂亮啊，是这臭小子给你送的吗？这项链是许先生送的，许先生给我送了很多礼物。可是什么？可是这条项链有点太贵重了。爷爷，兰兰胆子小，别吓着她。唉，我人老了，坐久了身子就乏了。那爷爷你早点休息。好。抱歉，爷爷他没关系的，至少爷爷没赶我走啊。这就是许清慈小时候的房间，和我们住的那个家一样，也是一个样板间，一点人气儿都没有。少爷，您和少夫人的房间已经收拾好了。少爷还是第一次带女孩子回老宅住呢。没，是少爷。这是什么古早言情小说的台词啊？笑什么？啊？哦，没什么，就是觉得少爷、少夫人啊，还有那个经典的第一次带女孩子回来，不真实？有那么一点点吧。不过你们家比电视剧里还夸张啊，规矩很多，佣人也很多，还有一个老爷、少爷。哪里夸张？就是感觉嘛。今天爷爷说的那些话，我代他向你道歉。他年纪大了，别往心里去。没有，爷爷问的也合情合理。我家破产了，姐姐也离了婚，作为一个长辈，担心是很正常的，我能理解。而且，不是你跟我说，有你在，不用担心。兰兰，啊，我在。记住，无论今天爷爷对你说了什么，或者以后别人对你说什么，你都是我名正言顺的许太太。在我这里，你不需要对任何人感到自卑，明白了吗？明白了。这不是许金慈的衣帽间吗？怎么会有这么多旗袍？不过昨晚来得及，连换洗衣服都没有。这也太修身了，稍微一动就会崩开。徐金慈早，那个我没带衣服，所以揭穿一下。这身衣服很适合你。是吗？会不会太成熟了？老宅偶尔会有正式场合，备着无妨。以后我会让人准备日常的衣服，留着老宅穿。好。去吃早餐吧。怎么了？没什么。今天我们还要在老宅吗？你花点时间多跟爷爷相处一下，他会慢慢接受你的。我知道了。
怎么了？沾到东西了。啊，我吃饱了，我先回房间了。许夫人，周助理好。许总吩咐给您带些日常衣物过来，都已经清洗熨烫干净了，都是从家居服到高级定制，全是您的码。太多了吧？许总说您住在这儿，东西备齐了才方便。如果说您不喜欢，随时可以换。好，还有，许总已经去公司了，吩咐您安心休息。有任何需要，随时联系我或者兰姨都可以啊。好，谢谢周助理啊。好，不打扰你了，许夫人。连尺码都分毫不差，许京瓷真是细致周到，让人挑不出毛病。少夫人，老爷子请您去茶室一趟，说是起瘾犯了，想找人下两句。好，我马上就去。老爷子，刚刚许京瓷说让我和爷爷相处，就是让我陪他下棋吧？会下象棋吗？小时候和爸爸学过一点点。想不想陪我老头子消遣两局？没想到象棋下的不错呀，这可是童子功啊！许久没下了，生疏了，爷爷见笑了。棋下的不错，说明你心思通透，但是你加了点矜持，想让我接受你这样的家世，有些事儿我不得不说。爷爷，您说。京瓷是我们许家这一代的支柱，开枝散叶，延续香火，是我们许家的头等大事。我这把老骨头还等着抱曾孙子，如果你能生个一儿半女，不管男女，你就是我们许家的大功臣。我没事吧？没事儿，就是聊家常。刚才说到让你们尽快有个孩子，这丫头脸皮薄，你看都害羞了。不过京瓷啊，这个事儿不能拖，我们许家这么大的产业，得有人继承啊。爷爷说的是，我和兰兰会努力的。努力？他在胡说什么？我们明明只是协议结婚。好，有这个心就好。爷爷，兰兰有些不舒服，我先带她回去休息。好，你们尽快去吧。爷爷，我们先走了。好。你怎么能跟爷爷这么说？说什么？说我会努力生孩子。不然呢？说我们是协议夫妻，不打算生孩子。许太太，既然签了字，有些义务或早或晚都要履行的，你觉得呢？今天我们回家住。好。
阮兰，这是你应该做的，这是义务，义务。穿这么少是要干嘛？许先生说的履行义务是现在吗？你说呢？穿成这样，不就是准备好了？要来了吗？可是，许太太知道具体要怎么做吗？这么害怕？穿这么少，不怕感冒啊？去换件睡衣，早点休息。你根本没想对我做什么，你就是想看我笑话，对吧？我要的是心甘情愿，水到渠成。兰兰，这一上午魂不守舍的，怎么回事？昨晚是不是没睡好？老实交代，是不是谈恋爱了？没有，就是有个男朋友。谈个男朋友？我就知道，长得帅不帅？昨晚进行到哪一步了？是不是？没有那个。还没？这孤男寡女的，他面对你没有反应吗？除非他不行，或者是性冷淡。性冷淡？许京慈，难道他真的是在那方面冷淡，所以才找我协议结婚？也不一定吧。那就是你太被动了，男人需要刺激。兰兰，听姐的，回去你穿的纯欲点，眼神要带钩子，我就不信他是柳下惠。凭什么每次都是他看我笑话？既然他不行，那我就去撩拨他，让他也尝尝紧张失措的滋味，报复回去。月月，你教教我具体该怎么做。哎呦，我回来了。回来了。哦，我做了晚饭，坐。尝尝。今天心情不错。哎呀，看见许先生回来，心情当然好了。尝尝。不好意思啊，我帮你盛汤。我帮你盛米饭。居然没反应，定力这么好，看来李月月说的对，还得再猛一点儿。小心点，地很滑。不好意思啊，我没站稳。
什么我想看他笑话，最后心跳加速的反而是我自己。进。许先生，喝杯牛奶助助眠吧。这就完了？什么？没有，那个，我想来找本书来着。许先生，可以帮我拿一下这本书吗？我拿不到。给。李月月说这招叫欲拒还迎，我就不相信你是木头做的。怎么突然气场变得这么强？稳住，阮兰，你是来撩人的呀？许金子。天啊，这剧本不对啊！救命！是昨天没完成义务，心有不甘，还是在报复我？不，你在抖什么？我没有。哦，如果不怕，为什么要躲？明明怕跟我待在一个空间里，还要逞强勾引我。空调温度有点太低了，我只是有点冷。冷？心跳得很快，而且书房恒温26度。许太太，你用这么拙劣的借口侮辱我的智商，却低估了你身体的反应。他跳得很快，再告诉我，你很紧张。许金慈，我知道错了，你别这样。哪样？在怕我，还是在期待什么？没有在期待什么，我只是在履行义务。义务？原来在许太太心里，亲密这种事儿是冷冰冰的义务啊。你知道我们为什么结婚吗？因为你需要一个妻子来面对家族的催婚，我需要你的钱还债。只说对一半。更重要的是，我对你很感兴趣。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第一次见面，你抬头看我的眼神，像只受惊的小鹿。后来，你叫我叔叔，我就觉得这小姑娘真有意思。所以兰兰，别把这当成交易，也别把亲密当成义务。从现在开始，去适应我，比如适应我的触碰。害怕？别怕，
还好吗？第一次。是。你做得很好。这算是什么夸奖啊？这是……今天就到这儿吧。我说过，我会给你时间适应，也会给我时间等待。等待？你去休息吧，我还要工作。那我先出去了，晚安。比想象中还要甜。这么晚了，姐姐怎么还没打电话过来？平常她都这个点儿打电话过来。喂，姐，你在哪儿？怎么这么吵啊？喂，兰兰，我和朋友在外面坐会儿，马上就回去。朋友？你哪个朋友？我怎么不认识啊？姐，你喝酒了？喝了一点点，没事儿的。姐，别骗我，你从来不一个人喝酒。是不是魏家又找你麻烦了？你把定位发给我，我去接你。兰兰，我听话，发定位，我去接你。好。哎呦，姐，怎么回事？你怎么喝这么多酒？是不是魏斌那个混蛋？兰兰，我离了，我和魏斌彻底结束了。他妈拿着离婚协议书去了我店里，当着所有人的面骂我赖着不走，骂我连狗都不如。这群混蛋啊，欺人太甚！兰兰，你知道吗？我签了，我真的是受够了。可是以后我就是离过婚的女人了，我该怎么办，兰兰？你看着我啊，你听我说啊，离婚这是件好事，这是个火坑，咱们越早跳出来越好。以后呀，我供着你，我养着你，以后呀，谁再敢欺负我们阮家的人，都去死！我爱了他那么多年，我当牛做马，伺候他们一家老小，可是为什么会这样？是我做的不够好吗？是我错了吗？没有，是我错了吗？没有。姐姐，你要不要我给你找一杯温水，你先解解酒呢？不要。干！姐，跟你说，你没错，错的呀是魏斌那个忘恩负义的混蛋，是魏家那群狼心狗肺的畜生，离开了一群垃圾啊！姐，你是幸运的，
今天，我们为了自由，干杯！为了自由，干！世上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都去死！去死！未必也是个狗东西，什么东西敢欺负我姐？先翻他！干！啊！喂，在哪儿？哦，我在我姐姐家，她不开心，我想陪陪她。你喝酒了？就喝了一点点。姐姐她离婚了，我想陪陪她。下楼。啊？我已经到你家楼下了，下来吧。晚上好呀。喝了多少？啊？哦，没多少，就3杯。酒气这么大，不止3杯吧？上车。喝点水。许金慈，你是不是有点不高兴我出去喝酒啊？为什么啊？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喝酒不安全，而且喝醉了连自己的名字都快忘了，被坏人遇到怎么办？我不是一个人喝的哦，我是和我姐姐一起喝的。你姐姐都喝醉了，谁保护谁？我姐。下周我要去外地一趟，大概3-4天。什么？你要去外地？还要去好几天？许金慈，你能不能不走啊？你说什么？没事了，工作重要。别把我的话当真。完了，我刚才是不是疯了？竟然跟他说不想让他走，我们明明只是协议结婚啊！坐好，我们回家。好。需要我帮忙吗？不用。坐好。
到了。我先去洗澡。别动。喝了再洗，头就不痛了。谢谢。我明天一早的飞机。哦，我知道，工作重要，你忙你的。我说我要离开好几天，许太太。你之前表现的那么主动，现在就这么打发我，难道不做点别的？做什么？比如好好道个别，或者在我离开之前提前预知一点想念。你去洗澡吧，我在房间等你。软兰啊软兰，你完了！这个男人太危险了。为什么每次都是他掌握节奏，我只能被动挨打？这一次我要反客为主。反正都要做真夫妻了，豁出去了。加油！过来。站那么远，打算怎么预知想念？然后呢，许太太？下一步该做什么？徐先生说的预知想念是这个吗？学得很快，但是不够。徐先生，你这是睡着了？在这个时候睡着，许太太，你可真是人才。晚安，马克巴克。嘴巴好疼，真的走了，连声招呼都没打。天哪！
这怎么见人啊？这几天他不在，还是专心工作吧。想什么呢？脸这么红。没想什么，在想设计图的事情。少来，是不是又在想你家那位高冷男神？听说他出差了。是出差了。看你这副春心荡漾又魂不守舍的样子，怎么样？我昨天教你招数管用吧？是不是把他拿捏的死死的？哪有拿捏？哟，空调开这么热还穿这么厚，想必昨天晚上战况激烈。月月，别乱说。好啦，不逗你了。不过大男出差既是考验也是表现，别忘了给他发消息撒撒娇，让他人在外面心里也惦记着你。撒娇？以前觉得这房子挺大的，现在反而觉得空了。我下班回家了。在忙吗？还是觉得没必要回？切，就一个字。视频，Hello， 在家。你现在是在酒店吗？哦，爸爸刚刚打电话说有人给我们阮家注资了，是你吧？帮助岳父大人是我的职责，不然我什么时候才能被你介绍给他们呀？你穿的什么呀？就普通的衣服啊。你不问我怎么了？许金慈，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流氓啊？今天工作怎么样？还好。怎么了？你有点累了？有点。把3天的工作全在1天完成了。徐总，该去机场了。你要回来了？是啊，3天的工作全在今天完成了，就为了赶紧回家。那家里见。拜拜。我好像真的喜欢上许金慈了，很喜欢。你想我了吗？想你啊。谢谢你啊，徐总。兰兰。叫我名字。许金慈。怎么了？有心事？
明天我想带你见见我爸妈。好。徐金慈，谢谢。失望了。